1943年8月17日，负责欧洲的美国第8航空队遭受了重大损失。第8航空队16个轰炸机大队，376架轰炸机在没有任何护航战斗机保护的情况下深入德国本土，攻击德国的飞机制造业。60架轰炸机被击毁，占整个第8航空队轰炸机数量的10%以上。仓皇飞回北约的轰炸机中，也有近百架处于报废边缘。这次突袭被称为黑色星期四。B-24轰炸机脆弱的机翼和纸片一样，紧密的编队和机载机炮根本阻挡不了德国人。从1943年5月到10月，第8航空队平均每个月都在战斗中损失10%到20%的轰炸机和15%到40%的机组成员。但让人诧异的是，顶着如此高的损毁率，第8航空队愣是在1年内把规模扩大到了2500架，较之前整整翻了6番。平均每63分钟就有一架新的轰炸机加入，当时的美国工业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虽然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是美国人，美国空军并不是一直都很强大。1939年1月，负责美国陆军航空兵团的弗兰克·安德鲁斯少将，在美国航空协会的一次演讲上向媒体公开表示，美国是6流的空中弱国。他的发言立刻成为了报纸头条，因为战争部长伍德林刚刚向媒体保证，美国拥有足够的空中力量保卫国家安全。安德鲁斯说的没错，1939年，美国的军用飞机总量不足3000架，除去运输机等非战斗用飞机，整个美国陆军航空队只有1500架老掉牙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并且只有800架战机可以派往一线作战。与此同时，英国皇家空军有超过1700架战机可以随时投入战斗，而纳粹德国空军则拥有至少3700架各式战斗机。不仅如此，美国的主力 P-36 英式战斗机和 A-17 攻击机在各项关键性能上都不如德国和英国的战机。此时的美国空军与欧洲的对手相比，实在是拿不出手。1939年，全美国的军用飞机年产量只有2141架。然而到了1945年战争结束时，美国为自己和盟友生产超过了30万架飞机，几乎是整个轴心国与英国飞机产量的总和。仅用6年时间，一跃从不入流的空军弱国变成了世界第一的超级空军强国，比所有其他国家加起来还要强。美国惊人的工业实力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前，美国仍然没有走出大萧条的阴影，失业率高居不下，美军规模在全球排名第18，甚至不如罗马尼亚。1940年，希特勒预言道，美国人的物资不足以帮助英法盟军赢得战争，而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一败涂地为美国敲响了警钟。罗斯福向国会要求将空军规模扩大到5万架飞机，这一数量差不多等同于从莱特兄弟开始全美生产飞机的历史总和。但美国国会仍然对卷入欧洲战争顾虑重重，拒绝了罗斯福的提案。不过很快，国会的阻碍就不再是问题。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举国震怒，战争不再是一个选择题。国会迅速通过了一系列扩充军备的法案，预算大幅向军事倾斜，美国转向战时经济，直到全美工业生产的战时生产委员会成立。美国政府聘请数学家对整个战争所需的物资、建模、油类、金属、纸张、橡胶都被列为管制，统一按照生产模型实施配给制。而所有大型工厂的生产都需要服务于战争的需求，实现民用工厂向军用工厂的转化。在美国正式向轴心国宣战之前，罗斯福政府就已经瞄上了底特律强大的汽车工业。军方意识到，美国成熟汽车工业具有无人可及的生产能力，可以为前线的战士们提供一切所需要的装备。因为从1903年起，福特、通用、道奇、克莱斯勒就在底特律汇聚一堂，将底特律打造成了世界汽车之都。30多年的发展使底特律聚集了大量的熟练工人，这正是生产军用物资所必须的。战争开始后，战时生产委员会接管了底特律的汽车生产，强大的民用汽车工业迅速转向军事用途。1941年，美国的工厂制造了300万辆汽车。从1942年到1945年战争结束，没有一辆民用轿车走下美国的生产线。60%的汽车制造工厂转向制造飞机，其余的则被分配制造其他军需用品。
军用飞机的产量从1940年的6000架跃升到1944年的96000架，平均每小时有2辆重型轰炸机离开生产线。底特律的军需产品包罗万象，小到钢盔，大到坦克和轰炸机，91%的美军头盔都带有底特律的钢印。克莱斯勒的底特律工厂生产了美国1半的坦克。在二战期间，没有哪个美国城市比底特律对盟军的贡献更大，这为底特律赢得了民主兵工厂的美名。到二战结束时，美国公司总共生产了266万辆各式军用车辆，超过30万架各式飞机，全世界40%的弹药以及数不清的军用装备。作为美国汽车制造业巨头，福特公司接下了 B-24 的生产订单。老福特和儿子向美国政府表示，福特不仅造车造得快，飞机也不在话下。福特每小时都能为美军提供一台全新的轰炸机，这在当时的很多人看来是天方夜谭。尽管福特在生产 T 型车上积累了大量经验，但生产飞机和生产汽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尤其是 B-24 这种空重16吨半的重型轰炸机和汽车更是云泥之别。1941年初，每制造一架 B-24 要花费3个月的时间，每小时生产一架 B-24 意味着要将效率提高2000倍。美国政府官员都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福特做到了。老福特捐出了他的私人土地，用以建设全新的飞机工厂。1941年11月，由知名设计师阿尔伯特·卡恩操刀，全新的柳溪工厂出现在底特律西边50公里处的农田上。福特公司为柳溪工厂建造了2个巨大的流水线和配套的机场，下线的飞机可以直接通过厂区内的跑道飞往全球的前线。厂房占地面积超过33万平方米，是全世界最大的单体厂房。整个飞机配装线长达1600米。在柳溪工厂马力全开的1944年，有超过4万名工人聚集在柳溪工厂，分为2班，每班9个小时，不间断的装配和制造 B-24 解放者轰炸机。每63分钟就有一架组装好的 B-24 离开福特柳溪工厂。从全美国赶来的空军飞行员和机械师睡在1300张简易床上，一旦 B-24 离开装配线，就立刻开始检查和试飞工作。柳溪工厂的生产力在1944年4月达到顶峰，整个4月有428架 B-24 下线。4月24日到4月26日的3天里，共有100架新装配完成的 B-24 从柳溪起飞离开，平均每63分钟就有一架完成。福特父子完成了对美国政府的承诺，真的每小时生产出了一台轰炸机。战争结束的时候，柳溪工厂总共制造了8600多架 B-24， 占所有 B-24 生产的47%。而 B-24 也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生产数量最多的轰炸机。虽然柳溪工厂在1941年底就建成投入使用，但直到1942年9月，第一架 B-24 才正式下线。福特公司在招募工人方面遇到了困难。此时的美国，大量适龄男青年冲向前线，后方的许多工作不得不由女性完成。数百万妇女挺身而出，进入工厂流水线工作，填补用工的空缺。许多从未出门工作过的家庭妇女开始活跃在流水线上。而传统上，工厂的工作几乎全部是由男性完成的。1942年1月到7月，女性的就业岗位增加了193%。到了1944年，440万年轻女性出现在流水线上，而只有170万男性工人和他们做相同的工作。身着背带裤、头戴印花头巾、挽起袖子展示肌肉的铆钉工罗西成了美国家喻户晓的形象。战时，美国女性在工业界的工作对女性权利运动影响深远。历史学家莱拉·卢普写道，职业女性第一次在宣传上占据重要地位，传统的家庭主妇形象变得一文不值。现在第8航空队的逆势扩张变得显而易见了。在经历了1943年的失败后，1944年1月，轰炸东京的战争英雄吉米·杜立特上任，轰炸机的数目迅速从700架变成了1500架，战斗机的数目也从400提升到了900架。而在施韦因福特、雷根斯堡任务的惨剧后，美国空军开始改变战略， P-51 和 P-47 等护航战斗机统一装备了附加油箱，为轰炸机编队提供全程护航。1944年2月，第8航空队发动了被称为伟大的一周的战略轰炸行动，总共981架 B-24 和 B-17由杜立特和柯蒂斯·李梅指挥，扑向德国的多个机场和工业目标。在付出了200多架轰炸机坠毁的代价后，盟军的轰炸并没有对德国的工业设施造成严重的破坏，德国人不禁为此感到沾沾自喜。然而，以轰炸机群为饵，集中歼灭德军战斗机，为盟军在诺曼底登陆铺平道路，才是此次行动的真正目的。超过500架德国战斗机在伟大的一周中被摧毁，100名德国飞行员阵亡。
杜立特猎杀战斗机的战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允许护航战斗机群脱离轰炸机编队攻击任何来犯的防空战斗机。由于德军在攻击轰炸机编队时必须携带笨重的空对空火箭，护航战斗机可以轻松地在空战中压倒德国人。而当轰炸机丢下炸弹快速脱离后，护航战斗机还会俯冲下来扫射地面上还在起飞的德国飞机。2月20日起飞的德国重型战斗机26联队的16架 Bf-110只有5架返航。整个2月，德国人损失了1/3的 Bf-109 和 FW-190， 以及18%的战斗机飞行员。到了3月份，美国人继续加紧轰炸，这次他们把目标设定到了柏林，迫使德国空军起飞防空保卫首都。德国人损失了1半的战斗机和接近1/4的飞行员。尽管此时德国人也在飞机生产上达到了高峰，达到了每年39000架，但此时美国飞机的产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96000架。第8航空队的损失仍然很高，但美国强大的生产能力不仅弥补了这一点，反而让机队规模越来越大。在每月10%的损失率下，此时的第8航空队已经拥有超过2500架轰炸机，护航战斗机也达到了1100架。此消彼长下，到了6月份诺曼底登陆前夕，德国人在整个西线只剩下了560架能用的战斗机，再无力阻拦铺天盖地的盟军机队。而第三帝国的覆灭也只是时间问题。这就是羸弱的美国空军如何蜕变成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空中力量的故事。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